熊孩子掀了我妹妹的裙子，还用烧烤针扎她的腿，嘴里还一直嚷嚷着我是未成年，杀人不犯法。我一脚把她踩在地上，巧了吗？不是，我是精神病，杀人也不犯法。医生说我有严重的反社会人格，其实我也不太懂。那人踩我妹一脚还骂人，我怎么就不能砍死他了？在精神病院治疗5年，院长和主治医生轮番对哥哥进行1对1指导怎么出院。你怎么还不出院？我还挺舍不得这里的，顿顿肉，嘎嘎香。放屁！你来第1天说没肉吃，提刀追着厨师赶了3个圈，现在哪个厨师敢来咱们医院做饭？这批人我还是从隔壁市里招来的。你还不回去？你妹妹都等着急了。对，我还有个妹妹，她今天特意来接我。电视里说留守女孩子容易被欺凌，我得去保护她。回去的路上坐地铁人挤人，把哥哥买的纸挤扁了。哥哥气得又要抽刀，结果从兜里抽出张纸条，正面写着“打人犯法，打人犯法，打人犯法”，反面写着“坐牢了，妹妹没人照顾”。哥哥低头看了眼面前的妹妹，两个长长麻花辫，他正好也抬头看哥哥，眼睛弯弯，里面似有星星。哥哥别怕，一会就到了。哥哥想起来小时候也是这样，他没有朋友，有时候还会被别的女孩丢脸，说他是怪物。妹妹总是差点要把他们骂走。转身给哥哥一包糖，哥哥别怕，我保护你。哥哥攥紧纸条，摸摸妹妹的头，哥哥不怕。随后哥哥的视线落到妹妹身后一个猥琐男身上，贼眉鼠眼，眼神乱瞥，假装不经意的挤到妹妹手。哥哥护着妹妹，一只腿往前伸，恶心的爪子趁人不注意往里探，摸到了哥哥滑溜溜的4头肌和腿毛，他抓了2把，感觉不对，慢慢抬头，摸得爽吗？猥琐男瞳孔地震，跟个尖叫鸡成精似的。变态呀！我操！变态居然还会喊变态！哥哥听到耳膜直颤，想要捏爆他的喉咙，低头看了眼妹妹，最终把一坨形状奇特的包子塞进去。我是好哥哥，不能吓到妹妹。妹妹在镇上初中读书，周1到周5住校。哥哥去镇上买点生活用品。经过一条小巷，突然一人从背后狠狠踢在哥哥的脸，哥哥猝不及防往前栽了好几步，一回头正是那满脸油油的维鲁，身后还跟着3、4个神色不善的女人，每人手上拿把砍刀。吴哥，我上次跟你说的死变态就是他，没想到又被我们遇上了。妈的，干他丫的！最恨这些变态了，真他妈恶心！哥哥警惕地望着他，故意捂住自己的钱包。你们干什么？我可没钱。拿来吧你！猥琐男上前一把抢过去，他的把柄羽毛跟别人才掉出一个硬币，他捏住硬币，把玩几下揣进了兜里。穷成你这样的也算是个人才了，这他妈比我脸还干净。放屁！你那满脸猪油有我钱包干净吗？钱你们也拿完了，现在我可以走了吧？我说让你走了吗？这人不会觉得自己很帅吧？苦了，你们可别乱来，这里有监控。嘿嘿，你小子别想唬人，没想到吧？这里监控找坏了。哇哦！什么？有这好事早说啊！嘿嘿，是兄弟就来砍我。妈的，看不起老子！兄弟们上！几人蜂拥而上，哥哥更兴奋了。我可是正当防卫哈！小混混们的刀是冲着哥哥的手，标准混混打法，看似凶狠，实则不致命。这兄弟行家呀！哥哥灵活躲起冲到后面，一脚踹翻猥琐男，抢了他手里的刀。这人一看就是平常纵欲过度，跟个软脚虾似的，一下就不行了。上次让你跑了，还敢来老子面前凑，怎么样，腿好摸吗？给你摸个够好不好？一刀下去血翻，哥哥的血液都要沸腾。这声音真是悦耳。来，我的大腿继续给你摸好不好？我操！死变态，老子杀了你！哥哥缓缓转头，阴恻恻盯着他，嘴角还挂着诡异的微笑。面对迎面落下的砍刀，哥哥不舍不得，只是拿刀正对他的头而去。哎呦我去！到了关键时刻，吴哥怂了，偏了头躲了刀，哥哥一刀空投。再接再厉，争取这一刀一定砍个好头。吴哥这才反应过来，丢了刀掉头就跑。你 TMD 没说变态是这种变态啊？就这么跑了怎么行？我还没砍你呢。哥哥提刀就追，不得不说，在生死面前，人的潜力是无穷的。你不要过来啊！拿着刀追了3条街，愣是没追上，刚准备喘口气，突然出来几个人把他摁住。猥琐男对我妹妹图谋不轨，被我围了一口奥利给。结果带人在路上堵我，在我精湛的刀工之下挨了13刀，却被判定轻微伤。而他因为抢了我1块钱，被我依靠着精湛的法律知识送进了监狱。警察叔叔，救命啊！这个人要嘎了我！你堵人还报警，有没有一点职业精神？你瞅瞅自己，有出息不？你还有脸在这一带混不？听到这话，猥琐男气血攻心，直接晕了过去，像一头死猪一样拖上车送到医院去了。老实点，嘎应嘎到派出所来了，你挺嚣张哈。
我什么时候杀人了？有证据吗？没证据就别乱说，我就是跑会步锻炼锻炼。你丫当我瞎呢？一刀都在滴血，你跟我说跑步。我路上捡的，准备回家切个瓜，洗洗还能用。下一秒，警察将巷子附近的监控调出，哥哥拿着刀砍人的画面分外清晰，连哥哥的表情都拍得清清楚楚。草率了，你不是说监控坏了吗？踩个点都踩不明白，就你这业务能力，你说你能干点啥？一天天不干正事，拿个刀，你以为你是黑社会老大呢？还有你得理不饶人，拿了刀就要砍人，咋地不干人不罢休是吧？这是法治社会，知道吗？不是，我是想把他们都杀了才罢休。你说什么？警察叔叔，你看看，小飞现在还躺在医院不省人事呢，他这是故意杀人，他都承认了。你丫懂不懂法？您带的刀，我杀哪门子人？这时候，一个小警员匆匆跑进来。郭队，刘小飞的验伤结果出来了，结果怎么样？一言难尽。难道没抢救回来？小飞啊，哥对不起你啊。不是，刘小飞已经醒过来了，不过检验结果显示是轻微伤。什么？郭队一把抢过验伤报告，全身13处伤口，鉴定结果为轻微伤。你小子挺厉害啊！嘿嘿，还行还行，轻微伤刚好不够行。孝子不会以为精神病不看新闻的吧？我倒是想直接嘎了他，可惜这个社会对我们反社会人士不太友好。警察叔叔，那我可以走了吗？你涉嫌打架斗殴，按要求是应该拘留。考虑到你正当防卫情节成立，未造成严重后果，来签个字就可以走了。什么正当防卫？他明明要杀人。说实话，作为一个在法律边缘游走的人，法盲到这个程度，我都替你脸红。走完了正常流程手续，郭队语重心长地对哥哥进行嘱咐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回去后少做违法乱纪的事情，不要动不动喊打喊杀的。好的，警察叔叔，我知道了。就在郭队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哥哥突然叫住他：“警察叔叔，我要报案，我被抢劫了。”哥哥调出刚才的监控画面，停在猥琐男捏住哥哥硬币揣兜里的瞬间。我被团伙持刀抢劫了，这就是证据。就 TM 的一个钢镚。嘿，想不到吧？1块钱也算抢劫。如果你执意要追究的话，按照规定，我们应该受理。我要举报，他们嘲笑我。不好意思，我们是受过专业训练，一般情况不会笑的。哥们，也不都是坏消息，你还破了记录了，破了我们抢劫金额最小记录。此时吴哥他怎么也想到，刚刚还被人拿着刀追着看，怎么到了派出所就变成自己洗提银手镯了？就在哥哥准备离开派出所时，又被一个声音叫住：“等等，他还不能走。我刚刚听到他说要杀人，就查了他的档案，结果发现他之前在精神病院治疗，我怀疑他是偷跑出来的。”哥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色小本，是精神卫生中心出院留念几个大字。警察叔叔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，我可是合法出院。我刚才听到他说想把所有人都杀了，结合他的行为，我怀疑他没有达到出院要求。郭队，我建议马上安排人过来给他做个心理评估。等了1个多小时，哥哥的主治医生到了，哥哥热情地跟他打着招呼：“王医生，我怪想你的嘞。”我可不想你。自从你出院后，我精神状态都好多了。你说你好好的惹这么尊大神干嘛？他住院5年，背完了刑法和解剖学，自己手绘了100多张人体结构图，写了一本小说，名为《完美杀人手法》。来医院第1天，就因为没吃到肉，追着厨师砍了3圈。就这样还能出院？怎么不能出院了？你们看他精神状态难道不稳定吗？怎么你怀疑我的能力？王医生，您当然是专业的，我们只是怀疑他病情复发，还请你给他重新做个心理评估。医生打开手机，和哥哥对视一眼，哥哥熟练地开始做题。与人发生争执，你第一反应想怎么做？第一反应当然是砍死他了，但是王医生说了，做这个题目必须要反着来，选我最不想选的答案，所以我选择与人为善，不予计较。用这个方法，哥哥很快就过完了题目。结果显示哥哥情绪稳定，把与人为善当作人生准则，是一个温柔有礼的好公民。医生看着结果，甚是满意。你看看，这怎么不能出院了？我看能，非常能。好了，我爹正在娶媳妇，没什么事，我走了。从精神病院出来的我，熟读法律和医学，砍了流氓13刀，被判定为轻微伤，无罪释放。回到家中，却看到被我视若珍宝的妹妹，竟然被一群小混混给欺负了。我冲上去，一脚踩着她的头，正准备手起刀落，却被妹妹拦了下来。本哥哥从警察局出来的时候，都已经是下午了。今天妹妹回来，我要回家给她做点好吃的补补身体。不许动！突然，哥哥被一个声音叫住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小孩拿着玩具枪正对着自己。不许动！再动我开枪了！哥哥没有搭理他，只见小朋友冲上来，围着自己跑跑跳跳。丢丢，我是警察，打坏蛋喽！打死大坏蛋！biu biu biu！见哥哥不搭理他，
他更加变本加厉。砰的一声，腿上刺痛，橡胶子弹滚落在地上。打到大坏蛋了！我是警察，我是大英雄，我是大英雄。哥哥终于停下来，笑眯眯地问大英雄：“你爸妈呢？”我爸妈在茶馆打牌呢，说赢钱了给我吃大鸡腿。哥哥反手2个大逼斗。爸妈不在，还 TM 这么嚣张，把你的枪给我，不然我打死你！哥哥拿着枪，心情十分愉悦。丢丢打坏蛋喽！可哥哥回家看到妹妹的那一刻，表情瞬间僵住。记忆中妹妹永远是温柔阳光的模样，可她今天头发被扯得乱蓬蓬的，上面还有明显的水渍，校服也脏兮兮的，身上还有几个脚印。哥哥胸间怒气翻腾，语气异常平静。是谁？没事的，哥哥。见哥哥没什么表情，妹妹故作轻松的笑着。我也没吃亏，我给了他们1人1口屎味拖把，哈哈，你是没看到他们的表情，笑死我了。哥哥，我厉害吧？哥哥揉揉妹妹，轻轻的笑。是吗？那也太厉害了。他们很好，还不止一个。哥哥这次回来给你带了鸡腿，快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妹妹吃了鸡腿，夸张的瞪大眼睛。哥哥，这也太好吃了，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鸡腿，哥哥真棒。一整个周末，妹妹都黏着哥哥。哥哥，陪我做作业。哥哥，我想吃你做的排骨。哥哥，老师说要把我的作文推荐到市里去参赛呢，我厉害吧？哥哥总是笑眯眯的回答。过完了这5年来最愉快的一个周末。这小丫头是故意黏着我的，让我感觉被需要着。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好的女孩子呢？这样的女孩是我的妹妹，你说我该有多幸运？这样好的妹妹竟然有人欺负她，你说那些人该不该死？周六傍晚，哥哥在房间里给妹妹炖排骨，妹妹在院子里拿着语文书，摇头晃脑的背古诗。突然窗外传来了几声狗吠，哥哥抬头往窗子外一看，是乡下的土狗，后面跟着几个学生模样的小男生，手里拿着一把烧烤钳。一个男孩忽然猥琐一笑，掏出1盒鞭炮，突然丢在了妹妹的身上。尖叫着摔在地上，哥哥怒上心头，拿着菜刀往外走。那小畜生笑嘻嘻跑过去，掀了妹妹的裙子。哟，大母牛穿粉色呢，勾引谁呢？妹妹在这种情况下，竟然不是尖叫，而是紧张的朝屋子里面望一眼。看到哥哥出来，神情变得十分严肃。小畜生，我今天没工夫和你扯，你们快走吧。怎么，家里藏野男人了，怕人看见？妹妹焦急的又推了他一把。我说真的，你们快走吧。没想到却引得那小畜生暴怒，反手拿一把烧烤签子朝我妹扎来。操，你他妈推谁呢？哥哥拿着菜刀，现在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：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哥哥也是这么做的，拿着菜刀踩住头，对着脖子不偏不倚砍下去。我确信这一刀下去就能让他身首分离，让这个小畜生家里提前吃席，让他去死。关键是哥哥，妹妹拉住了哥哥，满眼哀求。其他几个人都被吓住，白着脸一溜烟跑没影。那小畜生也刚刚反应过来，还真有个野男人，你他妈有种就杀了我！还有这种要求不满足，他都对不起我自己。妹妹却死死拉着哥哥的刀。哥哥不要！妹妹手里拿着根断掉的扫把，递到了哥哥手里。哥哥用这个打一顿就行了，为他不值得。你忘了医生怎么说了吗？我以后可以考大学考研，赚很多很多的钱。我们都不要为垃圾断送了未来。哥哥终于把菜刀丢在地上。小畜生见这一幕欣喜若狂，以为机会来了。你敢打我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你这嘴巴是吃屎长大的吧？这么臭！彻底疯狂！被哥哥打10几棍子，趴在地上又爬起来5件事。我愿尊称你一声平头哥，接下来这一棍子就作为对你的勇气的奖励吧。在哥哥要给小畜生最后一棍的时候，伴随一声犬吠，忽然一个土狗把他丢到地上，凶狠地咬住哥哥的肩膀不松口。小畜生眼前一亮，大黄，给我咬死他！说着趁此机会一个发狠，捡起地上的烧烤签砸到哥哥身上，一脸狠劲。我是未成年，杀人不犯法。哥哥吃了几次，余光忽然看见地上的菜刀，忍着剧痛抓住，用尽全身的力气砍下，一死一灭相血洒了哥哥一脸。土狗肚子被哥哥划开了一道长长的口，就算是去死吧！哥哥转头见到几根铁签正朝眼睛狠狠炸来，身体被土狗死死压住，一时间已经躲避不及。关键时刻，妹妹拿着把锅铲出现在小畜生身后，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敲在小畜生头上，小畜生猝不及防被打偏了方向。小畜生回头正要开骂，天将锅铲如Hello，让你伤害我哥哥，我打死你！打死你！打死你！一时间，小畜生被打得晕头转向，哥哥也得以喘息。土狗呜咽几声，在地上抽搐几下就没了生机。哥哥走过去拉开妹妹推进屋里，然后一脚踩在小畜生头上。巧了吗？这不是，我是精神病，杀人也不犯法。小畜生看到哥哥一身染血，仿佛才清醒过来。你不能杀我，我叔叔是黑社会老大，你敢杀我，他一定会杀了你全家。现在害怕晚了，你知道我要怎么杀你吗？说着，哥哥当着小畜生的面把
割不断的地方就被刀剁开，狗头咕噜滚到他眼前。一个孩子哪见过这个场面，怪叫一声，下身一滩有色液体渗出来。人头比狗头难剁，只怕要2刀。小畜生眼彻底平了，对什么都没反应，浑身都成筛子。哥哥没再打他，而是把他鞭炮掏出来，一根一根夹在他裤腰带上。你那么喜欢放鞭炮，我来给你放好不好？来，让我看看什么是 TMD 连环响炮。院子外墙是我的儿啊！跑掉的几个孩子喊着家长过来，女的还在门口嚎哭。两人怒吼一声，拿着榔头朝哥哥砸来。哥哥还是那个打法，你砸我脑袋，我砍你头。男人我操！你等着，我要弄死你！说着开始打电话，恶狠狠让对方多带几个人来。看来这就是小畜生口中那个黑社会老大叔叔。结果男人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到最后一脸不可思议的看见。怎么样，小飞什么时候来？小飞出事了，被人砍了几刀，现在还在医院。吴哥他们也犯了事进去了。这名字有点耳熟。地方小就是好，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人。你们说的不会是刘小飞吧？他现在在人民医院呢。你怎么知道？听听，以讹传讹是多么的可怕！一个猥琐男，一个小混混，到别人嘴里成了黑社会老大。我砍的呀，吴哥现在也在吃公家饭。这几人就算了，有别的人就赶紧摇，杀一个是杀，2个也是杀。这样你都没坐牢？这个未成年杀人都不犯法，我一个精神病坐什么牢？这男人倒是拎得清的，尤其小畜生，瞪着他对着哥哥深深鞠了一躬。对不起，我们有眼不识泰山。现在我家二狗子也受到惩罚，您大人有大量放过我们，需要多少赔偿？您说？你知道我为什么打着小畜生吗？他跑到家里来掀了我妹的裙子。哥哥转头望向外，跑掉的几个小孩和家长都来了。还有你们几个，我妹在学校被欺负了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不追究也可以，自己做了什么写出来当众念，要不然我天天晚上去你们家敲门。Later， 熊孩子们写了1个小时后，一个个哭丧的脸，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。大这才知道这几个小畜生平时都做了什么。好啊，原来我家的话就是你们几个小兔崽子给霍霍的，老子打死你！还有我家的鱼，去年我赔了几千块，差点被老婆骂了，原来是你们几个搞的。还以为是变态杀人，搞半天人家是替天行道做好事啊！一时间对哥哥的恐惧不见了，全是声讨他们几家的声音。你们狗还咬了我，赔钱就算了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这几个人到学校把这些当众再念一遍。第二天，学校里出现了许多关于妹妹的风言风语。说的是他吗？没错，就是他。听说他家里住进去了一个精神病的男的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们不要在这里乱说。熊孩子常有，而精神并不常见。哪怕妹妹第一时间在学校澄清，同学们见到她还是都会绕道躲得远一点。谁知道精神病会不会传染？就是，突然发狂怎么办？不知道会不会咬人。这么好的孩子，摊上这么个精神病，造孽哟！没想到回来之后没能保护好你，反倒成了你的污点。他们现在只能用这个攻击我，说明在其他地方我已经无懈可击了。第一，没用的人造黄谣；第二，没用的人攻击家人。哥哥放心，我没在怕的。很好，不愧是我妹妹，那我就放心报仇去了。哥哥四处打探，终于打听清楚了是谁散播妹妹的谣言。出主意的是小出生的爸妈，在学校传播的是欺负妹妹的那几个小兔子。痛哭流涕的忏悔还没几天，又开始作妖了。到校门口，一脚嘻嘻哈哈，看到长得漂亮的女孩，突然用力撞上去，又故意后退几步。哎呀，什么凶器把我弹飞了呀？一脚把流浪猫踢到墙，用打火机点燃了猫毛，然后绑起来拖在自行车后面。被发现的时候已经不成样子。哥哥把在家杀的那坨狗头火烧过之后，狗头变得漆黑，呲着牙，十分狰狞，和小猫尸体一起，用漂亮的袋子密封起来，系个蝴蝶结，偷偷放到他们书包里去。每天换一个人，人人有份。这几天放学，果然收敛了许多，狗狗岁岁东张西望。那几个哥哥就开始疯狂，每多一刀，那几个小兔子就浑身痛。持续1个星期，终于全部哭着进了医院。不知道这帮小畜生会不会成为我的病友？小的解决完了，还有那对出主意的狗男女。到了晚上，哥哥悄悄潜入小畜生的家中，躲在卧室的床下。没过多久，只见2个人影摇摇晃晃的走了进来。没想到这2夫妻还挺注重健康，半夜3更都在运动。不过这叫声明显后劲不足，不如让我来帮帮你。兄弟，有点慢了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说着，在他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啪的一声拍在男人头上，女人瞳孔地震，疯狂尖叫。这下2个人应该爽到了。我真是乐于助人的好公民。我操！你 TMD 是不是有病？我有没有病的，你不是知道吗？男人脸色变了一下，没想到哥哥这么快就找上了他，有默契。你好，警察同志，我要报警，我家里大半夜的进了一个死变态，偷窥我。
茶叔叔很快把哥哥带去问话。第二天，哥哥又出现在他家，这次男的不在家，女的正领着一个男人往家里走。看来那天晚上对男人伤害有点大，女人要另谋出路了。作为正义的群众，怎么能坐视不管呢？你好，我要举报有人卖淫嫖娼。结果夫妻二人深夜在警察局双双相遇。警察同志，你们一定是搞错了，这只是一个有志青年对于一位失忆少女的救赎，绝不是在搞什么违法乱纪的事情。死鬼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今天因为卖淫嫖娼抓进来的，你是他的亲属吗？一会来签个字吧。听，你们不愧是两口子啊！今天你老婆也是被人举报卖淫嫖娼进来的。二人一脸鼻青脸肿。回到家的时候，哥哥正坐在他家里悠哉的嗑瓜子。嗨，你们说巧不巧，我又来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从警察局一出来，我就找你们来了。你说这感情深不深？是你他妈是不是有病？是啊，你都问了2次了，这很难记吗？我求你了，你能不能放过我们？我真的怕了你了。这话说的多难听，要不是我，你能发现自己头上的青青草原吗？你应该感谢我。哈哈，我真是谢谢你啊！你信不信我又报警把你抓进去？我无所谓，报呗，报了我过几天再来。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放过我们呢？如果你找我们是因为你妹妹的事，那你找错人了，这次真的跟我们没关系。我相信你。真的？你不是说相信我吗？都是40、50岁的人了，咋还这么容易相信别人？妈的，老子今天跟你拼了！这回换哥哥喜出望外，掏出心爱的小菜刀。来，等这一刻，我等得太久了。男人呆愣，默默放下凳子。嘿嘿，不打不相识，我们这也算是缘分了。来，都坐下，都坐下，我给您倒杯茶。两人颤颤巍巍的端了茶，就要喝一口压压惊。我让你们喝了吗？二人吓了一个激灵，又不敢动了。开个玩笑，喝吧。二人刚喝一口，让你喝你就喝。我受不了了，神经病啊！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走？急什么？茶都喝了，不请我吃顿饭，你别垮个逼脸，赶紧做饭去。你杀个鸡去，当着你儿子的面杀，他最爱看这个。1个小时之后，4个人围在桌前，准备吃晚饭。哭什么哭？把嘴给我闭上！吃饭也没个仪式感，你给我去放个电视。男人感动，只能去打开电视。电视一打开，就放出不可描述的声音，正是那天哥哥在床下拍下的女人私会的视频。青青，臭娘们！我尖叫着就要去关电视，叫这么大声，只怕是个土拨鼠精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吵吵闹闹，还吃哪门子饭？二人开始男默女内，哥哥又是一刀下去。吃，关了吧，孩子还在呢，对孩子不好。都知道掀裙子了，怎么不好了？要不是你们没教育好，好好的孩子能变成个小流氓，我这是给你们补上，都给老子认真看。给我写的10000字心得，我明天检查。吃了3分钟，电视里面的女人叫声实在是太激烈，男人终于忍不了了，猛地抓住女人头上往后扯。烂货垃圾！我让你偷人，让你偷，让你偷！你敢打我，你自己 TMD 都得掉个葡萄干，找人家都不要，你有脸打我？男女人同时抱抱，厮打成一团，真是赏心悦目啊！还好我有先见之明，端了一盘鸡。酒足饭饱后，哥哥亲切拉着男人的手。我知道你舍不得我，耶，我就不过了，明天来你家吃早饭哈。你能不来吗？不能就这样，我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看你哭得这么伤心，我可真是盛情难却，盛情难却啊！第一天，哥哥带他们重温了视频，富有感情的朗读了小孩写的学习信。不得不说，这小孩有天赋啊！总共写了不足1000字，还写了8行。吃饭的过程，我吃了一口又一口，我吃了一口又一口，饭量这么大可不行。于是第2天，哥哥就带着他们全家减肥，签了全村最凶的狗。嘿嘿，如果狗子追到你，就把你嘿嘿嘿。第5天，哥哥垄断了全镇的粪水，倒在他们家门口水塘里，举办了一次家庭游泳 party。每人必须在泳池里游够30分钟，谁敢上岸，就给他一铁锹。没想到那男人是最先坚持，率先爬到岸边，想让哥哥拉他一把。那怎么行呢？我又不是你家的，邀请我吃饭已经很不好意思了，还去参加你的家庭派对，这多不合适。80。看来是对我的回礼相当满意。直到第7天，哥哥到他家的时候，家里竟然人去楼空了，据说全家连夜搬到外地去了。我操，真不够朋友！哥哥懊恼回家去了，对于好朋友的不辞而别，产生了浓浓的不舍之情。到了半夜，突然坐起来，他们是不是玩不起？结尾本以为哥哥就这样永远失去了新交的朋友，没想到妹妹放学回家，神神秘秘交给哥哥一个手机，上面一个小红点在快速。哥哥的心思我能不懂？
我在那个小畜生书包里塞了个定位器。我做的这些你全都知道，那你不害怕哥哥？我的傻哥哥呀，你怎么知道我们不是一样的想法呢？你不知道我们家的精神病是家族遗传吗？这话我听懂了，我想当着他做正常人，他想当着我做正常人，去他的正常人发疯人才是最屌的。于是哥妹两个对着手机里不断闪动的图，露出了兴奋的微笑。家人们，我们来了！哥哥再次见到妹妹的时候，她刚做完手术，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房里，浑身上下插满管子，戴着呼吸面罩，还没有完全脱离生命危险，需要继续观察。你妹妹刚送到医院时失血过多，伤势很严重，身上布满了被人长期虐待后留下的痕迹，不光有青紫色的淤青，还有被烫出来的烟疤，以及用小刀刻出来的伤痕，基本都集中在胸脯、大腿内侧这些敏感的位置。这段视频是警方从那些霸凌者的手机中找到的。视频里，妹妹蜷缩着躺在厕所肮脏的地板上，她身上的衣服都已经被人扒光，扔到了旁边的蹲坑里。领头的名叫李芊芊，蹲在妹妹面前，揪着她的头发，随后掏出一把美工刀，另外2个人死死按住妹妹的身体。李芊芊放肆的大笑着，用美工刀划她的妹妹的皮肤，在她胸前刻下了血淋淋的“贱货”2个字。李芊芊还嫌不够，又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啤酒瓶。妹妹惊恐的瞪大双眼，哀求道：“求你了，不要！”李芊芊脸上露出恶魔般的笑容，划破了皮肤，伴随着一声尖利的惨叫。哥哥眼里只剩下了一片猩红。他们还那么小，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李芊芊那群人走后不久，你妹妹就割腕了，幸亏被其他同学发现的及时，才勉强抢救了回来。通过学校的监控录像，警察很快就查清了原委。当时联系不上你，就把我这个当叔叔的叫过去了。我在派出所见到那几个人时，他们都是一副嬉皮笑脸、满不在乎的样子。对于霸凌一事，他们当场就承认了。上周的月考前，我找到那个小贱货，让他给我传答案，他竟然不同意，真是给脸不要脸。后来考试的时候，我的小抄被监考老师抓到了，被我妈扣了一大笔零花钱，一定是那个小贱货告的密。谁让那个臭婊子喜欢嘴贱，活该，我就应该把他的嘴撕烂。叔叔听到这句话，气血上头，忍不住就想冲上去揍人。这位家属，请你先冷静点，你要是把他打伤了，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就是，在派出所还想动手打人，我看你们当家长的也不怎么样，难怪全班人就你们家孩子受欺负，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李芊芊有恃无恐，嘴角蓄着嘲讽的微笑，不屑地看着叔叔。行了，你们几个赶紧先给人家道个歉，这事就算过去了。那3个畜生相互看了一眼，憋着笑。对不起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保证下次不打他了。然而道歉的话刚说完，那3个畜生就嘻嘻哈哈的笑作一团。李芊芊更是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，用口型无声的对叔叔说了2个字：傻逼。叔叔实在忍不下去了，举着拳头就朝李芊芊冲了过去。警察眼疾手快，将叔叔架在中间，死命拦住了他。李芊芊闪身躲到家长身后，朝叔叔比了个中指。警方担心事态会进一步加重，只能暂时先中断谈话。前些天我去隔壁市收拾那个熊孩子了，没想到这群小畜生趁我不在，竟然敢欺负我妹妹。叔叔，麻烦你了，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处理吧。过了1个星期，妹妹醒了，妹妹的班主任带着几个老师围在哥哥身边，手里拿着一张纸。这位先生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咱们现在最应该关注的就是学生的未来。学校已经沟通过了，只要你们愿意在谅解书上签字，不再追究学校和他们的相关责任，他们的家长愿意承担你妹妹的治疗费用。你们这些老师怎么回事？不去追究施暴者的责任，反而来为难我们受害者？你这话说的，这怎么能叫为难呢？学校也是为你们着想啊！这件事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学校的生命，再这么闹下去对大家都不好。你仔细想想，等你妹妹出院，肯定还要回去上学吧？你现在继续无理取闹，以后哪个学校的老师还敢教你家孩子？听到这番话，哥哥大打死你个龟孙儿！猛地砸在了那个老师头上，然后骑到他身上，对着他的脑袋不停地轰过去。去你丫的！打得他满嘴冒血，直翻白眼。你他妈是不是有病？对呀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就是一正宗的精神病。哥哥冷哼一声，头往墙上撞。一时间，周围的人都被哥哥的架势吓住，直到班主任开始浑身抽搐，医院的保安才扑上来，将哥哥从班主任身边拉开。都赶紧给我滚，不然我今天就弄死你们！妹妹从昏迷中醒了过来，见到哥哥时落下眼泪，微弱的喊了声：“哥哥，他们一直欺负我，我去找老师，他却还批评我，说是我的错。哥哥，我好想死。”这些哥哥都知道了，你放心，有哥哥在，不会有人再欺负你了，哥哥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这天晚上，一段采访视频突然冲上了本地新闻的热搜。接受采访的正是妹妹的那个班主任，他的脑袋缠满了绷带，装出一副可怜兮兮又刚正不阿的姿态，对着镜头大放厥词。
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非常尽职尽责，学生之间也互帮互助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霸凌现象。只是有个别学生和家长态度蛮横，甚至还动手打人，故意抹黑学校的声誉。同时，我在这里代表学校呼吁大家不传谣、不信谣，校方将保留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。而在那条采访视频的评论区，置顶着几条热门评论。老师说的对，这些没有素质的家长就应该都抓起来。相信老师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公正的处理。有些个别学生就是犯贱，天生的。哥哥看完那条视频，脸色阴沉，用力攥紧拳头，随后开车前往了另一家。哥哥刚走到病房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来班主任的声音：“哎呦，别提了，那个小贱人割腕了，他妈的净给老子找麻烦。下个月我就要升主任了，什么时候自杀不行，偏偏挑这个时候，真是气死我了。还有他那个哥哥，是不是有毛病？老子迟早弄死他。不过我找了个记者朋友，让他帮我做了一段采访，肯定能把局势控制住。”不下坐飞机，龙卷风驱鬼停车场，在打核桃。哥哥抓起他的手机，一下又一下，直到手机屏幕被砸碎。班主任裹着绷带的脑袋已经满是鲜血，他挥舞着胳膊，连连求饶：“哎呦喂，求求您了，手下留情吧！再打下去，我这小命就完了。”可哥哥没有丝毫感觉，揪着班主任头上的绷带，不顾他的反抗，将他拖进了厕所。那个小便池已经堵住，蓄满了一滩黄褐色的液体。听说你刚刚骂我妹妹是小贱人。哥哥用力刺鼻的腥臭液体瞬间灌进班主任的口，让他不断冲。禁止尽责是吧？不传谣不信谣是吧？同学之间互帮互助是吧？哥哥稍微放松手上的力，班主任瘫倒在小便池旁边，止不住的干呕。哥哥用鞋底踩住班主任的手指，像踩死蚂蚁一样不断的抖动。班主任表情痛苦，疯狂摇头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们放过我好不好？好的，我原谅你了，你起来吧。哥哥移开了踩住班主任手指的脚，还不等班主任高兴。突然，哥哥拿着一个马桶揣子突然塞到了他的嘴里，揣子上还有些许黄色的斑点和一些排泄物的残留，隐约间还可以看到几根细细的毛发。哥哥卯足了劲，拿着马桶揣子在班主任班主任此刻已经完全说不出话。你说话不算话！你跟一个精神病讲道理，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明知道那些人欺负我妹妹是不对的，为什么不管？明明我妹妹才是受害者，你又为什么骂她？难道我妹妹活该被人打吗？问你的说话。不是的，这都怪我，错，是我不该被那帮人不管。我下次再也不敢了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！哥哥冷哼一声，最后抡起一揣子抽翻他。记住以后，你要是再敢骂我妹妹，我就锤爆你的狗头！通过班主任，哥哥拿到了那几个小畜生的详细资料。除了领头的李芊芊，另外2个参与霸凌的小畜生分别叫赵月和宋瑶。等到哥哥找到赵月时，他正站在 KTV 的包厢门口，满身酒气，举着手机在打电话。道歉？我凭什么要去给那个贱人道歉？我没弄死他就算不错了，还要我去道歉？看他那个贱样，整天就知道装可怜，看着就来气。行了，我朋友还等我唱歌呢，要道歉你们自己去。赵月刚一转身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哥哥一脚踹进了包厢，使得赵月被打懵了。你他妈谁啊？哥哥一巴掌抽在他脸上。我是你爹。赵月眼神冰冷的盯着哥哥，突然想起什么。你长得怎么像那个小子？传言他有个精神病哥哥，你是他哥哥？哥哥只是冷冷的看着他，并没有回答，仿佛是默认了这个答案。赵月却顿时有了勇气。来，有本事你就弄死我，不然以后我见你妹妹一次就打她一次。听闻此话，哥哥顿时被激怒，揪着赵月的头，照着他的脸左右开弓，猛扇了10几个耳光。赵月的脸肿得像猪头，目光呆滞，嘴角渗血。知道错了吗？赵月却瞪着哥哥。哥哥脱下身上的衣服，包裹住啤酒瓶。赵月一脸茫然的看着，随后哥哥左手用力掐住他的头，右手将衣服里的啤酒瓶碎，一股脑全都塞进了他嘴里，又用衣服堵住，照着脸猛扇了一巴掌。赵月的瞳孔骤然紧缩，脸上的五官扭曲到一起，哇的一声，嘴里吐出一大口鲜血。错了吗？赵月疼的眼泪都溢出来，艰难的蠕动着嘴唇。错了。哥哥扬手又抽了一巴掌。错哪了？哪都错了。哥哥死死按住了赵月的手。他的10根手指鲜血淋漓，血肉模糊，像一条死狗一样趴在地上，身体不时抽搐着，再也没有了先前的嚣张跋扈。下半辈子你应该再也干不了坏事了，希望你能长点记性，以后乖一点，不要随便欺负人。离开 KTV 之前，哥哥通过赵月的手机给其他几个人发了消息，问他们在哪。宋瑶说他在夜店蹦迪，李芊芊没回复。当哥哥赶到时，那家夜店刚刚散场，宋瑶举着手机点开侮辱妹妹的视频。你们看。视
视频里妹妹跪在地上，宋瑶一脚就踹在了她身上。瑶姐，看不出来你是真敢下狠手啊！这算什么？等他回学校，我把他叫出来，让他在你们面前跳。哈哈哈，还得是我社会瑶姐，太牛逼了！走吧，咱们转个场继续喝。不行，太晚了，我们得回家了。嘎，你们真没劲！等那几个人走后，宋瑶一个人继续在马路上游荡。哥哥跟了他一路，走到一个昏暗小巷口的时候，哥哥一脚就冲进了小巷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哥哥捡起路边的砖，宋瑶爆发出一声。你谁啊？找死啊！哥哥又是一板砖砸上去。看看我这张脸，眼熟吗？就在前几天，你们刚刚把我妹妹送进医院。你想干什么？你们欺负我妹妹的时候，好像很开心的样子，我也想开心一样，你可以满足我吗？啊！哈哈哈，你说对了，我还真是神经病。哥哥说完，一板砖拍在他脸上，牙齿混着血水从嘴里流出来。哥哥嫌不过瘾，又接着拍。宋瑶惨不忍睹的瘫在地上。求求你，别打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你妹妹了。哥哥把宋瑶从地上拎起来，跪下。宋瑶迟疑的看着哥哥，看起来不太情愿。听不懂话呀！哥哥抄起路边一根手臂粗的木棍，狠狠地砸在宋瑶身上。这下宋瑶老实了，哭哭啼啼的跪到哥哥面前。既然想认错，那就得有个认错的态度。你不是很喜欢扇别人耳光吗？来自己扇自己耳光，扇够100个，我就放了你。宋瑶犹豫片刻，才哭着举起手，一下一下的扇在自己脸上。没吃饭呢，用点力，还要我来帮帮你吗？宋瑶只好加重。光知道扇自己呀，认错的话呢？我错了，我该死，我不应该随便欺负别人的，我活该被打，活该挨揍，我就是。很快，宋瑶的左右脸颊高高肿起，满是血痕。她跪在地上，一个劲的朝哥哥求饶。我已经伤过100下了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妹妹向你们认错的时候，你们是怎么说的来着？宋瑶短暂的愣了一下，眼神躲闪，不敢说话。刚才你说你扇了多少下来着？我走神了，没记清，你重新再扇一遍，我数数。宋瑶意识到哥哥是在戏耍他，表情立即变得狰狞起来。有本事你今天就弄死我！哥哥也不是死而丢人，捡起一块砖头，直接将他抡翻在地，然后骑到他身上，将他的胳膊掰直，举起砖头硬生生砸了进去，滋滋落落的踩在地，一直砸到整条胳膊扭曲变形，哥哥才气喘吁吁的站起身。宋瑶趴在地上，身下一片黄渍，神志都不太清醒了。当哥哥快到家门口时，远远的看到李芊芊带着几个年纪相差不大的男孩，拿着一种红色的喷漆，在墙壁上喷满了各种肮脏的字。都躺在医院了，还不安生，这种就应该死在医院里。把我们带到警察局又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要乖乖的给我们送出来。我劝你最好当做没有看见，不然等会倒霉的就是你。李芊芊拿着手中的喷漆，对准了哥哥，可看清楚了哥哥的容貌，突然想到了什么。那个曾经说过他有一个哥哥，难道……眼见已经被发现，李芊芊和其他人四散而去。哥哥并没有理会那几个男孩，一直盯着李芊芊，用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把她堵在了巷子口里。你敢碰我，你就死定了！你妹妹活该倒霉，你也是一家子出来的。哥哥听到这话没有生气，反露出了开心的笑容，抄起地上一块石头，一步步朝李芊芊走了过去。你要干嘛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……说完，巨大的闷响回荡在巷子里，石头准确无误地砸在了他的脑袋上，嘴里却还是止不住的谩骂。我要你不得好死！我要让我男朋友弄死你！妹妹，是不是还要上学？不管去到了哪个学校，我都会让他生不如死。是吗？哥哥一脚踩在了李芊芊的手腕处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骨头仿佛被踩断了。李芊芊发出凄厉的惨叫，眼中也在此刻露出了一抹恐惧，但还是止不住的威胁道：“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我家里是开公司的，随随便便花几个钱就能弄死你。我要让我爸……”李芊芊以为哥哥会害怕，会后退，可迎接他的却依旧是那张冷漠到了极致的面部。他踩着女孩手腕处的脚，几乎把整个人都撑了起来。用整个巷子中只回荡着李芊芊的惨叫。隔天早上，一个穿着西装的男子来到了妹妹的病房外面，眼神怨毒的盯着里面的哥哥。哥哥才发现这个男人和李芊芊很像。男人拿起了一张照片，验证了他的猜想。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虽然听不见男人的声音，可哥哥却从对方的口型当中分辨出了那句话的意思。他就是李芊芊的父亲吗？我只是踩断了李芊芊的手，他就这么生气，可我妹妹却全身多处骨折，至今还躺在病床上。男人走了以后，医生的桌面上放着好几沓钱，以及一张支票，支票上面大写的50万，格外的引人入迷。白衣大褂的医生似乎也在两者之间不断的挣扎。大概到了傍晚8点，医生起身把钱装进了自己的袋子，支票也放到了口袋中，转头进入医务室，拿了点东西，走向妹妹的房间。里面的兄妹二人似乎已经睡着了，拿着一个吊瓶的医生轻手轻脚
打开了房门，看着里面沉睡的哥哥，异常熟练的抽出了针头，连接好管子，对准了哥哥的手背，正准备扎下去。突然，哥哥的眼眸骤然睁开，脸上浮现出了古怪的笑容。正准备动手的医生刚想后退，一双偌大的手掌就已经抓住了他的衣领，巨大的力气让眼前的医生无法反抗。他想呼救，却被人死死地捂住了嘴巴。紧接着，刚才那个针管就被刺入了医生的皮肤。他挣扎了几下，随后身体开始发软，出现手抖、心慌、头晕等等症状。等到医生不挣扎了，哥哥抱起对方的尸体，很快回到了医务室。大概3点多钟，一声女护士的尖叫划破了寂静的夜空。死亡的医生被人发现，外面来了许多人。只有哥哥待在病房里，手中拿着一张50万的支票，上下打量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写有电话号码和地址的纸条。不就是一个小其他被我欺负的同学都没有吭声，明明就是他身子骨太弱，我就随便推了他几下，为什么要算在我的头上？突然，李芊芊回想起之前发生的种种，一股恐惧油然而生。他哥哥就是一个疯子，我的手腕都被他踩断了。我听老爸说，那个人似乎还是从精神病院里面逃出来的。不过我老爸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怕是他活不到明天了。随后，李芊芊拿出手机拨通了一则电话。你们明天去医院看看那个，最好是能把氧气管给拔了。那个哥哥伤了我，我也不能让他好过。那个精神病我老爸说已经解决了，再不好好报复报复，实在对不起自己。况且听说你的叔叔一直守在医院，哪怕把氧气管给拔了，不出10分钟很快就会回来，根本不会闹出人命。李芊芊刚一转身，就看到了站在阳台外面的哥哥。昏暗的月光下，银白色的手术刀闪烁着令人窒息的光泽。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么做是犯法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么做是犯法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哥哥健步上前，踩住了那只被纱布包裹着的手。犯法！你们伤害我妹妹的时候有没有想过犯法？外面传来安保的询问。李小姐，没事吧？李芊芊本想要呼救，可脖子上冰冷的手术刀让她感到心寒。没事，房间里面有老鼠。李小姐，有事就喊我。看到一切恢复正常，哥哥抓着李芊芊的腿来到了浴室，摁着李芊芊的头淹没在了浴缸当中。过了半分钟，他把李芊芊拉来，扇了好几回。李芊芊似乎被激怒了，没有了刚才的害怕，反而威胁道：“你知不知道我表哥是谁？他是不会放过你的，我男朋友也不会放过你，我爸我妈会让你生不如死。”双目怨毒地盯着哥哥，恨不得把他大卸8块。可哥哥却只是背对着浴室的灯光，露出了一个病态的笑容。这个时候，李芊芊才想起来，眼前的人是一个精神病。昨天他爸爸拿回来的那份资料，上面标注着他曾经将一个流氓砍了13刀，最终却被判定为轻微伤。以前有一个欺负过他妹妹的人，最后从这个城市里面消失了。我错了，你放过我这次好不好？我肯定让我爸妈把你妹妹的医药费补上，以后再也不找人去你家里面搞事情了。只要你放过我，我可以当做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，就当是我和你妹妹的事情一笔勾销了。而且欺负你妹的也不止我一个人，再者说了，那么多人欺负她，也不缺我这一个。你已经找宋瑶、赵月他们算过账了，为什么一定还要为难我？面对李芊芊的话，哥哥一声不吭，再次把他的脑袋摁进了水里。李芊芊在水里拼命的挣扎，一连呛了好几口水，尿都给憋出来了。突然间，外面传来一阵阵的骚动，就是里面了。刚才我们听到有一些奇怪的声音，感觉隐隐不对，所以报了警。你们进去看看是咋回事。随后便传来了探索的声音。哥哥也没有急着杀了李芊芊，因为他要眼前这个女孩承受跟自己妹妹一样的痛苦，最后再让她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家破人亡，在无尽的折磨当中最终死去。只见他抬起自己的右腿，狠狠对李芊芊关节处踩了下去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关节处的骨头应声碎裂。我错了，求求你不要再折磨我了，我给你妹妹道歉还不行吗？我再也不叫她。你放过我好不好？哥哥没有说话，只是走到了阳台，随即对着地面一跃而下。不过短短的几分钟就消失了踪迹。那些冲上楼的警察破开了房门，看到的就只有浴室里惨不忍睹的李芊芊。此时的李芊芊满脸都被血水浸染，就连脚上的骨头都被人给踩断了。李芊芊还没从惊恐当中回过神来，嘴里面不断的呢喃着：“我错了，求求你放过我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一定会去给你妹妹道歉。”这是谁干的？多大的仇，把人折磨成了这样？却也有一个警察认出了面前的李芊芊，想起了不日前的一起案件，同样是一中年人前来报案，说是他们的侄女割腕自杀了，在自杀之前遭受过非人的虐待。他们顺藤摸瓜，很快找到了犯罪嫌疑人，其中一个就是李芊芊。当时的李芊芊死不悔改，在局里面大放其词，对着那个中年人破口大骂。就因为他还没有成年，所以自始至终也没有进行更深层次的处理。没想到再次看到李芊芊，会是在这样一个场景里面。是他，绝对是他，除了他，不可能有第二个人了。老李，到底是谁？自从上次女儿受伤之后，每次我问你，你都不说。
现在女儿都成这样了，你还要瞒着我吗？我不让你知道，是不想让你因为这件事情乱了方寸。最近公司里面许多事还需要你出面处理，要是连你都乱了，公司怎么办？公司里面那点琐事，难道还有我们的女儿重要？那小子邪性的很，我调查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。我们女儿第一次受伤的时候，就是他干的。我问过身边退伍的保镖，他们在观看了视频之后，都说这小子极为难缠。这也是我为什么没有告诉你的原因。两人还在对话，不远处，一个穿着白衣大褂的身影走过来了。麻烦让一让，该打消炎药了，否则伤口感染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躺在床上的李芊芊一眼就认出了穿白大褂的哥哥，还没等他开口呼救，一只大手捂住了他的嘴巴，手中针管的福奎诺酮悄无声息注入他的血管。李芊芊挣扎了一下，随后双眼往上一翻，便再也没有了动静。趁着四下无人，白大褂带着神志不清的李芊芊请他离开了。第二天，李芊芊的父母带着警察叔叔又找到哥哥。你好，我们请你过来是想了解一下情况。李芊芊昨天从病房消失了，下落不明，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吗？消失了，怕不是害怕躲起来了吧？我还没去找你们处理我妹妹的事情，你们倒是恶人先告状，反咬我一口了。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好好教育李芊芊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放了我的女儿吧，她还那么小。年纪小就是欺负人的借口了。再说一遍，我不知道，你们自己的女儿自己没照顾好，反问我要人，这是哪门子事？我怎么会知道她在哪？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没有的话，我就回去了。我妹妹还等着我去照顾呢。哥哥坚持说自己不知道，而李芊芊的父母没有什么证据能表明李芊芊的失踪与哥哥有关。警察叔叔没办法，只好先将哥哥放了回去。等到深夜，哥哥来到一片烂尾的别墅区，在其中一栋别墅的地下室，李芊芊披头散发的被绑在了一张破旧的椅子上，身上弥漫着一股恶臭味。哥哥强忍着恶心，摘下了堵住他嘴巴的抹布。这时，李芊芊勉强睁开眼，求求你放了我吧！还记得刚把李芊芊关在地下室的时候，他无比嚣张，用尽了各种恶毒的词汇辱骂哥哥。快把我放了，听到没？你等着，我爸爸迟早能找到你。可现在他就像是砧板上的鱼肉，只能任人宰割。哥哥没理他，而是打开带回来的全手里，并塞到他嘴里。喂完李芊芊吃饭后，哥哥对他的哀求充耳不闻，又用抹布堵住了他的嘴。这段时间只要确保你不被饿死，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。妹妹康复出院了的第一个晚上，哥哥迫不及待地带着妹妹一起来到别墅区的地下室。哥哥已经把地下室打扫干净，还提前准备好了一些妹妹或许会用上的东西。见到消瘦的李芊芊，妹妹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我就知道哥哥对我最好了，可是哥哥他身上好脏啊！李芊芊惊怒地瞪大双眼。妹妹拿起桌子上刚烧开的热水壶，走到李芊芊面前。哥哥，我们帮他洗干净吧。妹妹取下李芊芊嘴里的抹布，高高举起热水。李芊芊双目圆睁，在椅子上拼命挣扎，眼睛里满是恐惧和惊慌。你要干什么？他的话还没说，滚烫的热水就浇在他的脸上，刺耳的尖叫声。李芊芊的皮肤咯咯作响，甚至还冒起了一阵冷汗。你知道什么叫做以身入局，请君入瓮吗？我要是把你做的事情告诉老师，想必他也是不痛不痒的批评你几句。那我哥哥就不同了，正儿八百的精神病，有证书的哟。不要这么害怕嘛，我就是一个正常人，我能把你怎么样呢？李芊芊涂得全身发抖，难以置信地看着妹妹，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怪物。她彻底没有了先前视频里的狂妄，满脸都写着害怕。呀，真是对不起，我是不是把你弄疼了？妹妹蹲到李芊芊面前，解开她身上的绳子，一脸愧疚的道歉。魂魄自由的李芊芊愣了几秒，随后猛地推开妹妹，疯了一样朝门口跑去。妹妹眼疾手快，一把拽住李芊芊的头发，将她按到了地上。李芊芊这几个月严重营养不良，根本没多少力气。妹妹居高临下的打量着李芊芊，似乎有些不太高兴。我说让你走了吗？